近日，随着特朗普封口费案件的判定，6月7号，有美国议员提议发行印有特朗普肖像的500面额美元钞票。该提案已经提交美国国会相关机构。实际上，自特朗普的刑事案件审理启动以来，他都能转危为机。除了将在监狱里拍摄的面部大头照作为竞选广告，还将法庭审理现场变成秀场，让镜头都聚焦在他身上，免费为自己打广告。不过，日前随着封口费案被判定重罪成立，特朗普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戴罪总统竞选人，他能否化险为夷呢？一起来洞察关键。Whether you vote early, absentee, by mail, or in person, we are going to protect the vote. We will make sure your ballot is secure and your voice is heard. If we swamp them, they can't cheat. 当地时间6月4号。特朗普竞选团队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宣布启动选票淹没美国行动。据了解，选票淹没美国行动是特朗普第47部队的一个项目。特朗普第47部队的47指的是第47任美国总统。这个部队是一个邻里草根组织。据报道，该行动计划招募大量志愿者参与基层选民组织计划，旨在动员高度针对性的选民，通过缺席投票、邮寄投票等方式支持特朗普的竞选。所谓缺席投票，指的是选民在选举日因为非常具体和有限的原因不能亲自前往投票站，而委托他人代投，或通过邮寄方式预先投票。邮寄投票指的是通过邮寄方式投票。从严格意义上来说，邮寄投票是缺席投票的一种。由于缺席投票的选票在运输过程中存在不确定性，在2020年美国大选期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强烈批评缺席投票容易导致选举舞弊，同时不断强调增加邮寄投票将导致选举结果被篡改和操纵。当时，特朗普还曾呼吁关键摇摆州选民通过邮寄投票后再亲自到投票站投票。特朗普的2次投票呼吁在当时被视为鼓励选民欺诈，引发了强烈争议。今年3月，特朗普仍在坚持只要涉及邮寄选票就存在舞弊可能的说法。而如今，特朗普对缺席投票态度的大转弯，凸显了他的竞选策略的转变。因为在2020年美国大选中，邮寄选票的广泛运用成为年轻选民投票率提升的重要原因所在。年轻选民在2020年大选中的投票率达到1972年美国大选以来的最高水平。特朗普及共和党当前改变态度，主要是意识到如果共和党不做这样的动员，要赢得选举会比较吃力，所以在话术上，特朗普就以当前胜利最重要，哪怕是采取下三滥的手法，先赢了再说这样的叙述。这一方面呢，反映了今年选情仍然处于焦灼状态。实际上，过去年轻人群体是民主党的基本盘。为了吸引年轻人群体，执政时期叫嚣要封禁 TikTok 的特朗普，终于在今年6月1号入驻了 TikTok。目前 ，TikTok 在美国约有1.7亿用户，其中大多数是年轻人。TikTok 的一项内部分析发现，自去年11月以来，该平台支持特朗普的帖子几乎是支持拜登的2倍，分别为129万条和65.1万条。特朗普竞选团队发言人史蒂文章直言，该团队正与年轻选民建立联系。特朗普加入 TikTok 是其中一环。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在 TikTok 上的亮相看似有备而来。特朗普在 TikTok 上发布的第一条视频，并不是求选票的自白，而是一段时长13秒，拍摄于他在新泽西州观看终极格斗冠军赛赛事时的视频。有评论称，这段视频旨在展示特朗普富有力量的形象，凸显出他在盛大场合受到热烈欢迎。也有评论认为，这是特朗普竞选团队想要吸引 UFC 观众，因为这部分群体中大部分是年轻男性。据美媒报道，特朗普青睐格斗比赛其实是近年的事情。在特朗普卸任总统后，媒体关注到他与自己竞选团队发言人史蒂文章一起在拉斯维加斯观看了格斗比赛。今年3月，他与女儿伊万卡、女婿库什纳一起观看了迈阿密的 UFC 比赛。当时在现场，当大屏幕上显示这位前总统走向他的座位时，近2万名观众发出了欢呼声。特朗普当然不只是享受 UFC 观众对他的掌声，而是深谙
UFC 观众对美国大选的重要性。调查显示，男性占综合格斗粉丝的90%，黑人和西班牙裔男性的比例更高。根据最近的一项调查，约有25%的非裔美国人和22%的西班牙裔美国人都是综合格斗的观众，而白人美国人的比例为15%。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特朗普在这些群体中获得了支持。路透社报道，特朗普非常不受年轻女性的欢迎，但他似乎正在赢得年轻男性的支持。特朗普竞选团队高级顾问、资深共和党民意调查专家托尼·马布里奇奥称，该团队在赢得35岁以下男性支持度方面取得巨大进展。截至目前，特朗普在 TikTok 上的粉丝已达600万，而拜登竞选团队的 TikTok 账号自2月开通至今还不到40万粉丝。同时，特朗普首则视频获得了惊人的1亿次观看量，600万点赞。特朗普竞选团队发言人史蒂文章强调了特朗普在 TikTok 上的受欢迎程度，并称这证明了目前特朗普在全美范围内的支持率和势头的上升。他还说，该团队将继续接触美国人民，特别是年轻选民。在与拜登的较量中，特朗普已经在年轻选民中取得了显著进展，而这样的结果似乎也让特朗普颇为满意，甚至对 TikTok 少了些攻击性。6号，特朗普不仅呼吁年轻选民为自己投票，还承诺永不封禁 TikTok。President, we're on TikTok. What is your message to younger voters right now? Well, the big message is vote for Trump. Thank you. And you'll never ban TikTok, that's for sure. I will never ban TikTok. Thank you. 显然是不太能令人相信。当然，到了他需要对 TikTok 采取措施的时候，他总会找话圆回来。比如，他可以说他不封禁 TikTok， 而只是 TikTok 必须得满足一些难以被满足的要求，或者他封的是字节跳动这个母公司啊，或者是国会在动手，他本人并没有要封等等。当然，特朗普因为受到金主的施压，以及有从拜登基本盘挖走部分年轻人的诉求，所以暂时做了这样的不封禁的表态。实际上，特朗普竞选团队近期采取的竞选手段，是为了对冲封口费案件带来的负面影响。5月30号，美国纽约曼哈顿地方法庭裁定，特朗普犯有伪造商业记录，以掩盖支付给前艳星斯托米·丹尼尔斯封口费的罪行。不过，在美国法律中，并没有规定有犯罪记录的公民不能竞选总统，因此特朗普不会因此终止总统竞选之路。有意思的是，据民调数据显示，2/3的美国登记选民表示，有罪判决并不会影响对他们在大选中的投票决定，甚至有25%的共和党人表示，如果陪审团判定特朗普有罪，他们更有可能投票给他。另据《每日邮报》的一项民意调查甚至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在被判有罪后立即上升了6个百分点。就在特朗普被判有罪后的第2天，特朗普竞选团队宣布，在判决后，其个人以及共和党的筹款网站在谷歌上的搜索量激增5000%，7小时内共筹集到3480万美元，24小时内募集总额高达5280万美元，相当于每小时超过200万美元。这也刷新了共和党竞选人网上募捐的记录。由于捐款太多，共和党的筹款网站 WinRed 曾一度瘫痪。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对此不忘在社交平台 X 上嘲讽拜登，称美国人民看透了骗子拜登操纵的作秀审判。据美媒报道，在此次筹款中，超过1/3的捐款人为首次捐款，且多数为小额捐款。据特朗普竞选团队称，特朗普在5月筹集了近3亿美元的资金，大大缩小了与拜登的筹款差距。其中，除了草根民众，超级富豪们的支持功不可没。例如，红杉资本合伙人肖恩·马奎尔在裁决宣布后的几分钟内就宣布向特朗普捐款30万美元。很多富豪最近决定捐钱给特朗普，是基于民调的变化和一些利益上的盘算，他们觉得不得不对特朗普进行下注了。否则呢，特朗普一旦上台，很可能会对没有给钱的这些金主进行报复。另一方面呢，拜登和民主党当前正在酝酿针对富人的更高的税率，所以呢，除了特朗普这边的状况以外，拜登和民主党上台的潜在负面影响，给富豪们带来的紧迫感，也是一些富豪此时此刻选择站队的原因。不过，特朗普在旧金山宣传造势期间，抗议者同样如影随形。其中，一只巨型充气特朗普机也在旧金山湾游行展示。
这只充气的特朗普机高达10米，梳着金色侧分发型，眉毛浓密，身穿黑白条纹的球服。抗议活动组织者、当地作家莫顿表示，气球是他在2017年从网上买的，价值450美元。当时正值特朗普就职典礼和农历新年的庆祝活动。后来，为了表示抗议，他还在特朗普总统任期内多次使用。I think it's time to bring it out. So I just actually today, because we're doing a test inflation, went down into the basement where it's being stored on a pallet to sort of take a look at it and see, does it have holes in it? Has the shirt been covered in mold? And I'm happy to say it's ready to go. 在这一次特朗普被判有罪之后，收到大量的捐款，富豪捐款也不少。吕老师怎么来看这些富豪们的想法？收到大量捐款之后，对特朗普的竞选之路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共和党的炒作成分在里面。因为法律上是要求他们披露，但是并不需要披露每一笔捐款的到达时间，也许是之前有的捐款，也许是一些许诺。现在我们还不清楚啊，民主党方面的金主还是要多得多。是这样，就是原来呢，我们传统印象里面啊，共和党亲资本家，民主党亲劳工。现在实际上新兴产业啊，像这个硅谷的这种互联网企业啊，大部分都是支持民主党的。然后像那个媒体啊，媒体大亨呐，还有像那个好莱坞，那个捐款大户都是给民主党的。但是特朗普这边毕竟也有一些资本的支持，就是传统资本。那么现在民主党更代表的是虚拟资本和那个全球资本，所以他的支持者基本上就是那个东西海岸，很国际化的啊。然后特朗普支持者呢，在内陆他们叫 Heartland， 就是那个叫心脏地带。而且那个种族呢，往往还是白人，所以到现在白人地位下降，所以叫红脖子嘛 ，redneck 啊，红脖子。它代表的是实体资本和这个本土资本。但是从数字上讲呢，当然还是全球资本和那个虚拟资本现在要厉害一些。基本上按照 GDP 的贡献率啊，是2/3对1/3。所以特朗普这边呢，应该讲啊，在筹资方面目前处于弱势状态。在特朗普被判有罪之后呢，他又展开了一些话术。他说：“我可以接受入狱也好，被软禁也好，这我都能接受。但是我的支持者他们接不接受，那我就不能保证了。而且他说，我相信在某个时刻会有一个临界点，到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还会是国会山暴乱那样。我感觉就是那个可能范围更大。”不光是国会山，有可能是冲击几个，比如说州的那个议会，范围更大。而且我注意到特朗普先生呢，他不光是肯定那个国会山事件，他说这些人是勇士，他在暗示吧，兄弟们准备上，话里话外的都在透露信息。在短时间之内，特朗普就在 TikTok 上吸粉无数，而且他粉丝量呢是拜登的好几倍。那我们可以由此来判断说，支持他的人会更多，投票给他的人会更多吗？不好这么说啊，就是因为 TikTok 呢，它比较草根性，所以它比较反映民粹情绪，知道吧？而特朗普这个人就是走民粹主义道路，然后在政治意识形态。就是传统的建制派啊，跟那个民粹派在打。然后呢，特朗普就是个民粹派，那个建制派不待见他嘛，他也认清楚了，那我就走民粹路线呗。而 TikTok 呢，挺反映民粹路线的，这一结合嘛，肯定就化学效应出来了，效应就出来了。上周四，特朗普与美国的保守组织啊，叫美国转折点，它的创始人在一起拍摄一条视频的时候呢，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只要我再次当选美国总统，我永远都不会封禁 TikTok。”怎么来解读这句话？这句话还是表现出他在讨好年轻选民这个条路上在继续往前走。我们知道，过去2届选举里面，年轻人并没有站在特朗普一边啊。目前我们看到，年轻选民确实对拜登的不满意的程度在大幅度的上升。那么这时候他去争取年轻选民，应该说正当其时吧。他是想拉拢一些这个科技企业，我觉得这个和拜登政府其实这几年的政策也是有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就是去年在11月份的时候呢，在没有充分与国会这个协商
通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撤回了美国在世贸组织当中电子商务有关数据自由流动的这样的一个立场，而这个一直以来都是代表美国互联网大型科技企业的，这是他们的一个绝对的一个利益点所在。所以美国内部其实对这个是非常感冒的。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政策的转变，对于硅谷的企业也好，对于科技公司也好，他们肯定对此是有一定的想法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我觉得他是很好的利用了这样一点，他其实也是在向这个科技公司，然后是发出一定的信号。那其实拜登跟特朗普双双入驻 TikTok， 组建这样一个社交媒体的巨大影响力，很多年轻人都在上面。那么年轻人对这次美国大选会有什么影响？我觉得，不管是美国也好，包括我们看到欧洲世界各地的这样的一个选举也好，它会越来越重视年轻人的力量，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这部分的年轻人将来都会成为这个选票的这样的一个很主流的力量。关注年轻人，他现在使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进行交流，怎么样和他们互动最为有效，这是一定要进行竞选策略上面的一种变动。除此之外的话，而且肯定要非常关注这一代年轻人，我们说 Z 世代，他们到底是关心哪些议题？是这样，就是美国年轻人呢，是这么一个特点啊，他不太愿意去投票的。年轻人呢嚷嚷的比较凶，但是那天一旦睡懒觉的时候，他不去了，说不去，那就错过了吧，就这样吧。这是过去的一个常规情况，但这一次选举有可能年轻人投票率要高一点。就是对美国现状不满，包括这个巴以冲突啊，我估计都会带来一定影响。所以大概率今年的年轻人投票率会高一点，大概率呢，今年年轻人投票会对拜登不利。这个他不一定支持特朗普，但是他有可能他不支持拜登。6月4号，美国《时代》杂志刊出了美国总统拜登的专访长文。仔细看这期《时代》封面，可以发现上面赫然写着 "If he wins" 的标题，显然是想告诉读者，这一期专访就是为了大选而来，为美国选民而谈。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时代周刊》封面长文当中，“中国”一词被提到18次，台湾被提及5次，汇总提及率是俄罗斯的近2倍。中国为何成为美国大选的高频词？大打中国牌对选情真的有利吗？一起来看短片。梳理拜登在《时代》杂志中的采访全文，第一次提到中国，是在提到拜登执政这3年多期间，建立了4方安全对话、AUKUS 美英澳小多边等威胁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多边机制之后，他似乎颇为得意地认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实力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强大，而中国对此非常关注。拜登将此视为他打造的多边机制的成功，因为可以遏制中国在该地区的发展。当采访记者问及最后一个关于中国的问题，那就是中国是否在干预美国大选时，拜登先是含糊其辞，声称他不应该讨论这个问题。随后又话锋一转，称中国会有兴趣干涉，所有坏人都在支持特朗普。我觉得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他遭受到来自特朗普以及共和党方面巨大的竞选压力，所以他在这个时候炒作中国干涉美国大选，并且将他与特朗普放到一起，显然就是想要给选民制造一个印象，就是中国在试图帮助特朗普获胜。他想要制造这样一种假象，从而能够激起民主党选民的这样一种愤怒，从而能够激发他们出来参与投票。力量等方等发生后，都由美国政府高官出面紧急灭火。2021年8月，美军从阿富汗撤军。美国记者问拜登，台湾还能否指望美国？拜登表示，当北约盟友国家或地区遭受入侵或其他敌对行为时，美国将按照共同防御条约加以应对。其中，他顺带提到了台湾。之后，白宫一名高官火速通过美媒给拜登救火，表示美国的对台政策没有改变。2个月后，拜登接受 CNN 采访时，当主持人追问美国会保卫台湾吗，
拜登给出了明确肯定的回答，并称美国做过这样的承诺。很快，白宫发言人又出面澄清说，拜登并非在宣布美国对台政策发生任何改变。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就回应指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任何施压和威胁都丝毫动摇不了中国政府和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台湾联合报6号发表评论文章称，拜登此番言论不排除是大选前欲拉抬声势的政治话语。多名岛内媒体人也认为，这不过是大选年总统竞选人的竞选语言。年底要举行的美国大选，当然是让美国政治陷入高度不确定的重要因素。经济问题加上外部的局势，拜登还想来搅动台海，美国难道你是唯恐天下不乱吗？有分析指，拜登政府为了获得更多选票，大打台湾牌。近期除了发表涉台言论以外，还加速与台当局勾连，频频挑战大陆底线。除了5月底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麦考尔率团窜台以外，6月5号，美国还宣布批准新一轮对台军售，包括 F-16战机零部件及相关装备，价值约3亿美元。这也是美国总统拜登任内第14次，也是今年以来美国政府第2度对台军售。此外，近期美媒还爆出，为了加速武装台湾，五角大楼正在设置所谓秘密小组，加速交付对台军售武器。据报道，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凯瑟琳·希克斯于2022年底成立了一个对台高级整合小组，成员包括印太司令部、五角大楼采购和政策办公室以及美国国防部其他实体。美媒称，该小组成立的意义主要在于缩短美国对台军售流程，以尝试让台当局从美国军火商那里采购武器，甚至直接获得某些武器弹药的生产线。去年25家美国军火商集体窜台，被认为是该小组策划的美国国防工业与台当局首次对接行动。而今年组团窜台的美国军火商数量增加至30家，且涵盖领域更广。不过，2022年成立的秘密小组此时被曝光，有评论认为，这个时间点或许不是巧合，正是为了迎合拜登政府对华强硬的竞选策略。事实上，截至2024年4月底，美方已经与台当局签约但尚未交付的武器装备价值196.9亿美元。有学者分析认为，纵观拜登政府前后的各项涉台举措，其实只是美国为自身利益而采取制华战略的一环，而且多为表态性质，距离台湾的实质受惠甚远。除了大打台湾牌，作为中美战略竞争的关键战场，科技经贸也成为了美国大选的竞选筹码。其中，电动汽车已经成为拜登政府最新的眼中钉之一。拜登在接受《时代周刊》专访时就称，中国政府对电动汽车提供大量补贴，让其涌入美国市场，美方不会坐视不管。对此，中方也强硬回击：补贴补不出产业竞争力，保护主义保护的是落后，失去的是未来。美国针对中国电动汽车采取歧视性做法，违反世贸组织规则，破坏全球产供链稳定，最终也会损害美国自身的利益。5月14号，拜登政府宣布对中国进口电动汽车征收的关税从25%提高到100%。对此，彭博社分析称，拜登对华征收新关税更多是象征性的，因为中国电动汽车并不依赖美国市场。的确，据海关总署统计数据显示，去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20.3万辆，但出口至美国的电动汽车数量仅于1万辆，在出口总量中占比不足1%。因此，有分析指出，拜登政府这一轮对华关税战，主要是出于国内选举政治的需要，在铁锈地带，也就是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等摇摆州选民关心的经济问题上，对华展现出强硬姿态，旨在争取这些关键选民的支持。实际上，加征100%关税这种说法并不陌生。今年3月，特朗普在俄亥俄州竞选集会上发言时，也曾表示，自己正在考虑对所有中国进口商品征收60%或更高的关税。他更放话称，若重返白宫，将对中企在墨西哥制造的汽车征收100%的进口关税。5月18号，特朗普在新泽西州的一次集会上再次宣称，
若自己在11月当选，将对中国企业在墨西哥工厂生产的汽车征收200%的关税。对于拜登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加征关税，特朗普还吹嘘称，拜登终于听我的了，但他晚了4年。打中国牌对美国而言，对政客而言是没有任何国内政治成本的，因为国内在涉华问题上存在着一定共识，而这种共识使得在中国问题上说任何刺激性的言论做任何极端的事情都不会受到选民的这样一种惩罚，所以这已经成为美国政治的这样一种游戏的规则的一部分。然而，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指出，贸易战推高了美国汽车制造商从中国或其他地方采购零部件的成本。通用汽车和福特汽车都报告说，2018年，特朗普政府对中国产品加征了关税，让他们每家公司都增加了10亿美元的钢铁和铝材成本。The problem isn't that we have to keep them out. The problem is we should let them in to give ourselves the benefits of the DNA that they've been able to create. That's going to really weaken it's not going to help the industry. It's going to weaken the industry if we don't allow that to happen. 美国总统拜登日前接受《时代》杂志专访的时候表示，不排除美国将使用武力来防卫台湾。其实在我印象当中，拜登已经是第5次做过类似这样的表态了。您觉得这次跟以前相比有什么不同？其实这一次跟以前比，它是继续模糊，而且更模糊了。前几次我觉得他是说漏嘴了，是吧？说漏嘴了。然后你就看那个，包括白宫，包括国务院急了，是吧？赶紧出来解释，往回说嘛。因为台独立场越来越鲜明嘛。大陆这边推进统一的决心也越来越大。我的感觉就是，随着这个我们统一进程启动那么美国那个抉择关键抉择就是是不是武力保台，越来越是摆在他面前的难题。然后另外一个情况就是，我们从唯物主义角度来讲，凡事嘛都是往最坏处准备嘛。所以我想，中国人民解放军他肯定是以这个美军全面干预来做准备的。知道吧？这肯定是对的但是我觉得以美国的那种机会主义大概率我觉得他到时候不会来。大概率就是给台湾钱装备就是要台湾去搞巷战。所以最近是不是有消息说台湾接纳了一批这个海军陆战队的对吧？训练他们呢是穿着便服进去的，打巷战其实就是它意味着他不会来参战了，对吧？都巷战了，那就是已经登陆了嘛。巷战的前提是不是解放军已经登陆了？对，所以我觉得，美国人这个有点坏的，他实际上也得想牺牲台湾。拜登在《时代周刊》专访里面还要说到，台湾问题上我们也要跟盟国去商量。那盟国是谁？要商量的无非是日、韩、澳大利亚、菲律宾，我们能想到的几个国家。那么这几个国家他为什么要商量？他们会不会帮美国？那么，如果他们帮美国，他就成为中国的合理的打击目标，将自己置身于冲突最前沿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美国最后他知道，没有一个盟国会参与他对中国的军事行动。自从赖清德上台之后，我们发现美台勾连愈加的频繁除了美国的议员窜访台湾，拜登也进行了他上任之后的第14轮对台军售。美国国防部的所谓秘密小组也在加速推进对台军售。为什么如此频繁对台勾连？其实他现在在斟酌，又必须得给但又防止真惹怒大陆，一下就送走了。其实他挺难的，他是这样，难的根本还是因为中国大陆工业化成功了，对，那么军事现代化必然成功吧？是，成功的结果它是越来越难下决策。22年10月，世界银行有一个世界工业化报告，那个报告的结论很残酷的，地球上233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工业化就30个所以工业化很难但是我们很幸运，我们是实现了，而且一旦我们实现，我们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知道吧？这个是我们现在的底气，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这也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基础。我们再看一下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的这个态度今年1月，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拒绝表态保护台湾，但是时间到了5月份的时候，他执政时期的那个驻欧安组织的代表呢，对外公开表示说，一旦特朗普重新当上总统之后，将会对台湾表示支持。怎么来看这个态度的变化？需要关注的是，就是特朗普的未来团队当中，确实体现出来的一个趋势是，
更加强硬。我们看到，比如说特朗普未来可能潜在的这个团队当中，也是一个重要的人物波廷格。对，从这个政策辩论当中的话，就是很主张要在这个对中国这个态度要更加强硬，包括在台湾各方面的问题上的话，可能对中国的话可能会施压。就是特朗普比较喜欢极限施压吗？他今天到底讲了什么，并不代表他如果执政到底会做些什么。我觉得最后那个按钮会不会按下去，一切未定。台湾这张牌是美国任何领导人都会打的，对。但是我们要看到这张牌越来越小，不在于他打不打台湾牌，而在于我们有没有应对的能力。确实，现在美国大选当中呢，中国牌似乎是对两党都非常好用的。那您觉得在这一次的这个选举当中，美国选民他们真的关心对华关系吗？他们难道不更多的去关注自己跟自己民生、跟社会相关的问题吗？真正的关键州现在就是3个重要的关键州啊，最重要的宾夕法尼亚、密西根、威斯康星，这都是美国的袖带州。铁锈袖带州还有一定的工业能力，但是这个工业能力说实在，现在已经是要么是落后产能啊，比如说美国的燃油车，这个按时代来看，一定是一个落后产能，要么是低效产能。比如说，拜登还要扶持他的太阳能产业，但是美国的太阳能的这个光伏的这个生产成本是我们的3倍、4倍，他要保护他的落后产能，保护他的低效产能，要保护他的那些能源的这个供应商的利益。出于这个考量，他会限制中国的先进产能的这个出口。包括你看，拜登政府刚刚宣布这个关税之后，特朗普说，要是我的话还要多得多。这个他们在这个事情上会有的一争，并且用这个来迷惑他们的蓝领工人，争取蓝领工人的这个选票。这个竞选策略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而且也要认识到这个博弈的长期性。拜登策略的一个特点就是内事不决骂那个特朗普嘛，外事不决骂中国吧。随着选举全面展开，他在关税问题上、贸易问题上，他做点文章，大概率吧。所以中国有一些公司呢要做好准备，首先把自己的东西做好呗，对吧？你东西在市场上有竞争力啊，这是基础。那当然要采取一定措施，就反制裁肯定得有，是吧？另外在国际上诉诸于舆论啊，诉诸于 WTO 啊，不能让他打你没有后果那不行。